Hello，大家好，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中文呢？不要偷懒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呢是针对那些已经有中级中文水平的学习者的。那我会经常给大家准备一些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。在我的 Patreon 上呢，我会每个星期都更新 Chat in Chinese 这个板块，而且呢还会为大家提供一些中级阅读材料。那如果你在寻找中文的中级学习材料的话呢，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和 Patreon。我把我的 Patreon 的链接放在今天的 description 当中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，谢谢你们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个和动物有关的心理学定律。那我会用尽量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这些定律。那你们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呢，还可以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青蛙效应。在中文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温水煮青蛙，就是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进热水锅里，因为很烫，青蛙会立刻跳出锅子。但是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，然后慢慢的给这个锅子加热，那青蛙呢就不会立刻跳出锅子。当水温越来越热，青蛙就会被煮死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当水温高到一定的程度，青蛙不能忍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已经来不及，或者说已经没有能力跳出那只锅子了。青蛙效应呢，其实告诉我们，面对一些突然变化的状况，人们就会保持警觉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一些逐渐恶化的情况，那人们就没有这样的警觉了。第二个呢，是鳄鱼法则。假设你被一只鳄鱼咬住了脚，那这个时候你想用你的手去挣脱鳄鱼，救出你的脚。那很有可能呢，你就会被鳄鱼同时咬住手和脚。如果你越是挣扎呢，你被咬的就越多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就是万一你遇到鳄鱼的时候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你的脚。这个法则被经常用于股市当中。那当你发现你的投资背离了市场的方向，就是你已经知道你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立即止损。止损的意思就是停止损失，就是要把这个股票卖掉。那不可以有任何的犹豫，也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。第三个是蝴蝶效应。上个世纪70年代呢，美国的一个气象学家说，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偶尔震动翅膀，也许在2个星期以后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。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，其实呢，它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早上你要出门上班，突然发现电梯坏了，你不得不走楼梯，这样呢，就导致你比平时晚了2分钟走出你住的大楼。就这样的2分钟，可能会让你错过公交车，然后呢，你迟到了，也有可能导致你没有办法参加今天早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会议。那你看，电梯坏了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偶发事件，一个偶然的事件，但是呢，它可能会影响你一整天。第4个是刺猬效应。
在寒冷的冬天呢，刺猬会彼此靠近，互相取暖。但是当它们靠得太近的时候呢，就会被彼此的刺扎到。于是呢，它们就不得不再拉开一些距离。那它们不断的调整，最终找到了一个最佳距离。在这个最佳距离，它们既可以互相取暖，又不会被对方的刺扎到。刺猬效应其实是想表达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矛盾，人们渴望亲近，但是呢又怕距离太近会有伤害。情侣之间呢，如果24个小时都黏在一起，那就会有压迫感。但是经常不见面，又会感觉非常的疏离。所以呢，情侣之间需要多沟通，给彼此一个空间，也找到双方都舒服的一个频率。第5个是羊群效应，它指的是一个人在群体当中的时候呢，就非常容易去跟风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那一个人如果他跟一个人的意见，如果他跟群体当中大部分人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就会放弃自己的意见，然后倾向于认同大多数人的意见。就好像在一个羊群当中，一只羊动了，其他的羊也跟着一起动了，不管前面是草原还是悬崖。就好像你看到网上有一个热销商品，好多人都去抢，好多人都去买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很有可能去跟风购买这个商品，而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5个心理学定律。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偷懒，逃避应做的事，不肯出力工作。他工作认认真真，从不偷懒。这几个星期我总想偷懒，没有更新 YouTube 视频。警觉，做名词，对可能发生事变或危险的敏锐感觉。对于身边的陌生人，他总是保持警觉。做形容词，感觉敏锐。猫对任何动静都很警觉。侥幸，指运气好，碰巧得到不应有的好结果，或避免不应有的坏结果。直升机坠毁，机上2名飞行员侥幸活了下来。他明知道这么做迟早被人发现，但是仍然心存侥幸。疏远，做形容词，表示关系冷淡，感情有距离。他和他的亲姐姐关系疏远，1年都不会见上一面。他刚刚来我们公司，和同事的关系还有些疏远。做动词，表示不亲近，远离。由于不在同一所学校，这2个好朋友的关系逐渐疏远了。一场争吵使他和家人的关系疏远了。跟风，意思是一味盲目的跟潮流，不管是否切合实际。他当时跟风买股票，现在全赔了。买东西前先想想自己需不需要，不要盲目跟风。倾向于，偏于赞成某一方。如果你问我，我倾向于下周再去，这周有点忙。
我更倾向于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在这点上他没有必要撒谎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的词汇列表和文本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视频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